江西名人雕塑园，这个雕塑园在福州，66位名人雕塑为主题的城市公园啊。这个要对历史很有兴趣的啊，走进来你可以找得到每一个历史人物在哪边。进来这里面啊，可以感受到中国国土的大啊。这种雕塑园啊，166个名人在这儿啊，不仔细找啊，什么都找不到啊。那仔细找呢，那找到了你不一定认识他啊。那中国有名的人太多了啊，5000年的文化历史，还有呢江西的文人雅士啊，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雕塑还不错啦啊，因为呢可能历史也久远，雕塑出来的人呢也就比较多样化啊，不会像我们这边怎么炒就那几样的历史文化历史文物、历史事件啊，不多啊，所以不太一样啊。江西名人雕塑园，我们在福州。而江西也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啊，这个地方拥有的也是它的饮食文化特色茶饼，江西九江的传统特色食物啊，从唐朝就开始有的吃的啊，这吃也很厉害啊。我们常看到很多的历史文物啊，都有历史的哈，不管是石头啊啦、古迹啊，但是其实你看怎样假的嘛是哦。吃常常也是流传几千年下来的，包含了江西的三杯鸡、绿豆糕啊、甜点等等啊，这也是来到江西很多人会吃的啊。其实，在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的小吃啦，串流在各省各地啊，有时候你不一定会知道这一道菜色它真正的起源地来自于哪边呢？因为呢，它已经串流过头了啊。可能到广西的物件，有可能走到其他的所在拢去买啊，包括九江桂花酥糖啊，拢是有一寡物件拢1-2000年以前啊，就一定到这个中国的饮食文化就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啊。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福州竹桥古村，走进了竹桥古村。其实不会像走入1000年文化它只有走入100年的这里保持着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模式啊。竹桥古村进来这里面依然一样，跟江西其他的小村庄一样它就保有那么的淳朴的感觉还有那一种原始的风貌有太多的商业化。看到那些老灰穿着棉袄那对家行过来，对家行过看到观光客来的时候呢，哎呦多瞧你一眼那种好像比较少观光客来这也是说实话，江西这条路线在台湾来说，它并不是非常主要的一条中国大陆旅游的行程但是还是有非常浓郁的乡村情怀。从前面的婺源，你看看中国最美的乡村之称，一直走到了现在的福州，来到了竹桥古村。这个村中每一条路几乎都用石块砌成的排水沟什么意思就是这的道路都有排水沟水全部都排到你现在看到这个水塘当中。这也是一种在中国除了你在欧洲的古罗马有做到下水道之外在中国要做到这样子的下水道呢，不太容易。当然这个地方呢也有什么，也有书院这中间也有书院。城市旁的桃花源，仿佛100年过去，历史时光停在这儿一样，徽派建筑，村落有当地特有的文化价值特色，加青砖灰瓦，石头楼，这里保有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看过《桃花源记》嘛桃花源式的田园生活，古村的一些门楼啦有一些牌坊甚至呈现了3口品质型的排列的3个井分别在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所建成的，这些都很特别而且呢，在这儿很多的这个
这个建筑啊，包含了我刚刚前面说哦，放了3口井啊。这3口井呢，像一枚铜钱啊，劝告村民啊，无论你做农的也好，做商的也好，读册也好，人品嘛好，任何时阵都不能把人品丢掉哦，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从这里面进来，门楼牌坊，你看这个看到神主牌对吧？啊，还有包含了竹桥古村的今昔书，发祥地啊，江右商帮兴盛兴衰的缩影啊，就在这儿啊。无论你在外读书、做官经商，你的根都在这儿。所以你看，排水沟流到前面的池塘，很多的门楼前青石板铺成了一个本哦，代表什么？告诉你啊，竹桥人啊，你们啊，在外经商做什么都好，不能够忘本啊。所以它带有很多中国浓郁的这一种传统习俗文化啊，在这很多地方啊，古建筑的布局啊，都摆着四方的木桌、长条的木椅。看，拢老岁仔较济啊，因为什么少年的拢无住伫这个村庄啊内底，拢出外去拍拼啊，所以留伫内底拢老岁仔，啊，这老岁仔穿这个棉袄，有无啊？冬天嘛啊，安尼咱们内底行啊，棉袄现在比较少见了啊。啊，这内底有一寡窗仔门啊，你若讲吼较无破坏过，这个雕刻图案啊，好几栋古宅的图案呢，都有这种特点啊。中国最美的福字，在木雕当中，哎呦，很多喜鹊啦、龙啦、蝙蝠啦、梅花啦等等哦，都在这里面的窗楼台前可以看得到。竹桥村还有很多的书院，综合性的这个祠堂，在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到，大部分都是花甲的老人。但是我们婉婷好像对鸡啊比较有兴趣哦啊。那从刚刚就看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村庄你哪可能饲鸡，对不对？啊，拢嘛是较整卡的所在，所以大家也在这村庄啊，你要去哦，你要看，拍出来的感觉呢就会不太一样哦。有时候看到老人在长桌前面下象棋啦啊，然后走向这种传统的习俗文化啦，还不错吧？这儿是福州。江西这么美啊，竹桥古村落。中国近年来啊，有一个节目很夯啊，这里叫做《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的第4季也来到这个拥有500-600年以上的江西抚州金玉县的竹桥古村落，来走走这古村的自然风光。我真的很喜欢，你看这种石板路边爱白水沟啊，超喜欢哦！这种真正活生生历史，这不该是历史500-600栋，这个古厝啊，拢留落来。所以有当下哦，你若环境保护了有好，你知无？这600栋的物件你若保留落来哦，以后就来赚钱哦。他们家很多的门楼啊，很多的门楼在四周围都有啊。这里的门楼呢，很多都建在乾隆年间呢、道光年间之间呢。竹桥古村最著名的3口井啊，有没有？这种你看，还有毛泽东啊，那这种桌子啊，哎呀，真的哦。我们慢慢的欣赏好不好？超美的啦啊！真的，我很喜欢这种古意盎然的地方。没有很多的摊贩在路边，对不对哈？没有很多的那种扛棒霓虹闪烁，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啊！有没有灯笼啦、福字啦、雕梁画栋啦、徽派古建筑啦、这些长椅木椅啦，这才是真正的古早味啊！100年的历史。真棒！拜石这个匾额，这里的牌坊太美了，真的。所以呢，中国我极力推展，我们中国要走上有文化的中国，深入中国，去探寻中国，不单单只是看大山大海。中国有真侪所在历史，坐伫遐看这个100年以前的古建筑物，就会让你油然而生的那种感觉，相比一个赞。那种感觉
难怪爸爸去哪儿，他会跑来这边来拍一拍。你看中间这一块地有没有？这里呢80多个古村落，在江西920几处的古建筑，在竹桥古村，大量的明清时期的古居民的建筑、祠堂、书院、庙宇、牌坊、水井、戏台、古道、古桥梁、古道，至今为止，他们依然活生生的活在这儿，还有人住，而且呢，活灵活现啊，生活气息非常强烈。这儿曾经出金产银呢，山间的溪水色泽跟金子一样，所以这里的溪就把它称为叫做金溪。竹桥古村，城市当中的桃花源，值得一游哦。有水无？江西这条路线，你看哦，这天然的风景、历史古迹啊、徽派建筑啦，很棒啊！今晚呢，那个刷过来了呢，看到大觉山，江西全境的旅游资源超级丰富啊，开发的比较晚啊，好处也是因为开发的晚啊，所以呢，商业气息呢也稍微低落了一点啊，但相对之下，它的名声就没有很大。中国还有一堆地方啊。美得不得了啊，也没有什么开发就是说我看我们台湾人游世界，让我们呢不断的推展全新旅游新境界，开创中国旅游新面貌，对吧？全境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的山西，在这儿大觉山，在这里就是自然风貌，它走向的就是自然哦，空气很好啊，被誉为生态王国的大觉山风景区。这也有一个叫做大觉寺。特别的这种桥啊，对吧？江西其实是一个多山的地方哦。
它这个省份的三面是环山的啊，九岭山啊等等呢，都围绕它的这个旁边啊，而它也紧邻着鄱阳湖，还有长江，更是有著名的庐山在这儿。鄱阳湖平原跟盆地也在这儿，这里呢还有武夷山脉的黄冈山，所以呢，在这它就呈现了除了人文历史之外，这些徽派建筑之外的另外一个地理环境啊，河流跟湖泊，长江的重要支流赣江几乎从南到北纵贯了整个江西省，而鄱阳湖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赣江、涪江、信江等等呢，都汇入到这个鄱阳湖之后，再注入到北面的长江去啊。那在这儿是属于亚热带的气候呢，平均呢1月份，你看大家啊，请到最高，但是不是什么热色，对吧？那1月份来啊，其实还可以哈。而说起的江西，在太平天国的时期，也曾经是湘军跟太平天国反复争夺的地区，因此呢，它的损失非常的巨大。人口其实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下降过啊，所以江西这一块地方呢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虽然我们常讲啊，我们对于江西的历史呢来自于南昌对吧？比较近代史的啊，但其实呢，江西打下来呢，其实它历史非常非常的久远了。尤其是我前面所讲到的，光江西呢，你去讲到的它的徽派、徽州文化哇，不得了啊！那个简直是1等1的古堡级的古典级的东西啊。OK， 那我们现在呢讲啊的，我们就回到了南昌。现在我们就到了南昌的市中心哦。江西简称赣，南昌简称洪或昌，天下的英雄城啊，被称呼为天下英雄城啊。那当然这个建成历史到现在为止2200年啊。那当然，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呢是现代化的建成啊。为什么？现在几乎中国的每一个1级、2线城市等等啊，都变成这个样子啊，非常的现代化啊，高楼大厦猛盖啊，广场呢，地大嘛啊，广场呢每一个广场呢大的不得了啊，非常的大，然后古建筑，新大楼就这样子啊，就这样都在旁边啊。这个地方呢，人口呢，不少人哦，常住人口呢，500-600万人以上啊。那它建成呢，很久的时间。唐朝的时候呢，滕王阁等等呢，都在这个地方，而一直到我前面所提到的南昌起义，也是近代史宣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从此诞生了在1927年的8月1号，2000多年的建成史留下的什么汉废帝陵、滕王阁、八大山人纪念馆、百花洲，以及呢南昌起义的中国共产党所以你说南昌重不重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尤其是近代史上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当然在这几年来，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我就说过它是共产主义，但是呢，它的经济走向了资本主义啊。在南昌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也是一样啊，他们也走向了现代化现在中国的这个一线，卖讲一线、二线的城市有当下呢都干掉我们台湾的城市了为什么？夹带着它的人口优势内需市场那在夹带了什么？因为它发展的比较晚嘛，所以它的建设比较后期，就会带来一股非常强烈的经济繁荣感呢。那现在我们在南昌，我们走向了赣文化长廊为什么？因为江西这个地方呢，它还是拥有了非常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虽然我们看到的现在是高楼大厦但是它拥有的是2-3千年以前的历史文化呢。所以呢，他们家虽然现代城市内底，伊嘛是爱做一寡真久以前的历史给大家看，给大家了解。虽然你今嘛在现代化的南昌，但是呢，这个城市一定有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就留下了赣的文化长廊，甚至在三国时期的东吴、两晋、南朝时期，伴随着中原文化，南昌城
有着非常久远的发展历史，是华夏南朝版图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哦。有没有？这旁边还有河，对不对？还有湖，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在南昌啊。那我们讲到历史，也讲到这个水系啊，它全部的可以说是在南昌市区看到的所有的水系，我们都把它称为叫做什么？鄱阳湖水系啊。境内江河有赣江、府河、锦河、辽河，湖泊呢，哇，多了哦。那还有包含非常非常有名的叫做象湖、瑶湖等等啊。那湖在城中，城在湖中，规个城市拢甲湖甲河有真大的关系，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今晚呢，哇，逃过来，我们来到了象湖风景区，已经是隔天早上了哈。象湖风景区啊，那进来看看这个鄱阳湖水系底下的象湖。而象湖呢，它也是在南昌的市中心啊，所以在这个象湖景区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附近啊做了很多的公园步道啊，很会搞公园啊。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哈，越来越厉害哈，很会在这个很多的城市景点公园做非常多的这种建设啦让市民去做啊。当然有时候讲白一点搞建设才有经济发展嘛你搞建设就有工程嘛，那你搞工程呢大概都掏了糖者很多人说中国有没有文字馆？中国有没有文字馆也是有但是呢，因为中国人多了尽可能的呢人潮呢就往那边聚集那基本上呢，文字馆还没有像台湾那么夸张但是其实呢，文字馆是在世界各国都有那象湖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占地非常非常的广阔这附近呢还有象湖隧道哦。连着下了几天的雨对不对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连着下了几天的雨那到后面几天天气终于就放晴了，所以现在呢也很接近我们进南昌离开的时候也是南昌这个直飞的班机所以在今年冬天我们推出了江西之旅2团特惠团那这2团呢这个算是专案团航空公司跟我们合作的专案团体。那我们来到了江西这个地方2个梯次，这是第一梯次现在在象湖的万寿宫那其实我很喜欢冬天的早晨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早晨呢非常的棒早上起来呢，你不会被闷热感呢所热醒你带来的就是一股凉意，很冷早上像这种比较冷的地方也在下可以透烟但是呢这个日头一照下去就会觉得呢冬日的暖阳特别棒那种感受呢很好那我们现在呢一大早来到了这个象湖的风景区，来看到了南昌的万寿宫妙计万寿宫，俗称铁柱宫，它这个是标准的道教庙宇，坐落在江西现在的这个象湖风景区里面那在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标准道教式道跟佛在江西呢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甚至在全中国都分得很清楚了，道教跟佛教。在台湾可能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分得清楚道跟佛之间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文化呢都有一点混杂在一起但你认真来讲，真正在乎在意的人其实还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地方是中国道教的庙宇是重建起来的它的宫内呢大致上呢保留的呢还是在当时万寿宫的这种景色，它是重建过的那在西元300多年就已经有这一个咯，这个是纪念江西人的保护神，道教晋明派祖师所建造起来的
那当时呢，唐朝时候的皇帝啦，听闻了许真君曾以铁柱镇魔，所以呢，又把这个地方取名叫做铁柱关。现在啊，我们又从这个地方呢，哎呀，这个讲得真快哦，我们注入到了南昌市中心的商业街。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呢，南昌呢发展的算慢哦，但在这几年来啊，南昌的经济呢发展的越来越快速哦。它在这个经济上面呢，已经达到了将近有500亿财政收入啊，500亿啊，达到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第一名哦，很不得了哦，财政收入可以突破500亿啊，这个在30年前呢，简直是不可能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哦。这几年来招商啊，非常的强大啊，社会发展呢也很厉害啊，一直在开发啊，希望吸引更多的厂商呢来到这个地方啊。那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南昌它其实也是走向了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什么中国的宿命啊，炒房啊。时间到了，经济起来了，人民富裕了，房子也就跟着开始呢疯狂的炒作起来啊！这好像是中国在每个省份的地方，这好像也是全世界的经济在迈入进步化的时候呢，都一定会面临到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呢，中国这几年来有很多的一线城市呢已经发展饱和了，所以他们就慢慢退居到2线、退居到3线城市，开始呢去发展了啊。反正他不怕，他的人口就是这么多哦。但近年来，以前呢，他一胎化政策，现在这个慢慢的，中国也惊觉到人口老化的问题啊，开始呢解禁一胎化啊。你说害怕人口多，当然呢，但是现在呢，怕的是什么？怕的是到后来全部留下来都是老人化，就像台湾一样，老人化越来越严重了。这一趟的江西之旅啊，已经慢慢的接近尾声喽。八一公园里面主要的东湖、百花洲、百花桥等等呢，是一个城市当中的公园哦。那我刚刚前面也有提到哦，中国近期的经济发展呢，很喜欢建设公园，在这种过去、现在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点啊。在这里面有一个叫百花洲的啊。在南昌工作生活人都非常的清楚这个八一公园啊，因为呢，这种公园呢，你看它中国风，其实呢，它就跟纽约的中央公园是一样的，在城市中心做一个公园，让大家呢可以呢在水泥丛林当中拥有的那么一片的绿洲啊。那我们现在今天大部分呢都是在南昌的市中心走，现在呢我们又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右民寺啊，跟着南昌、江西的历史一样的悠久啊，所以在这里面很多的寺庙也都是非常久的，西元500多年就有的这个是佛教啦，看的菩萨啦很容易认得出来南朝时期就盖起来的啊，当然说南朝时期怎么现在那么鲜艳呢？当然它重建7、8次了啊，非常多次啊，右民寺。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处佛寺啊，那非常具有历史古迹的地方。很多人常讲来到中国大陆呢，它的寺庙老是要钱。当然啦，它动不动就来个上千年的庙宇啊，你说呢？它不收一点钱呢，来维护它的古迹还得了？这个1000余年历史著名古寺洪州禅的发源地就在这儿。历史的问题，南朝开始动工到现在1400多年了，哎呦，不简单哦！佛教的主要派别之一禅宗就在这。佛教的起源来自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的汉化版，佛教就是禅宗喽。所以洪州禅又是禅宗的一大分支，与石头宗并列为唐代禅宗的2代派系。这一趟我们的江西之旅在右民寺告一段落。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也感谢所有人的支持来拍摄这一部片子哦。